是程潇。其实我一直都非常爱看我们节目。那作为一个前女团成员，我感觉脱口秀跟男团女团一样，更新换代的太快了。每年都有一波新人冒出来，在这个舞台上啊，付航已经老了，房主任正年轻啊。其实我出道也时间非常长了，9年了，马上10年了，但我也才27岁啊。谢谢。我15岁就去海外当练习生了啊，练习生生活挺辛苦的，但我很要强。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呢，都是报喜不报忧，因为旁边还有人盯着。我不知道他是会中文还是只会思密达，打电话只说场面话，都不敢讲太私密的。这也就是当年，要放到现在，我妈每周接到一通境外来电，电话那头我跟她说，我过得挺好的，不说了，我旁边有人，我妈都得怀疑，不是要成团吗？怎么成团伙了？那有段时间呢，我也是会有情绪不太好的时候，我也不敢跟我妈妈说，结果我老板杜华姐就告诉我妈了。所以我现在就把杜华姐的微信备注改成了杜比音响。从此之后，我妈妈了解我的方式就是问：小杜，程潇最近怎么样啊？我听说其实很多喜剧演员也有就是很多情绪上的困扰，内心也是非常敏感脆弱的。但我很羡慕你们，因为我有情绪都不敢直接表达。你们敢直接上台告诉全世界啊！后来我也意识到了，告诉杜华姐就是告诉全世界。但确实有些事情让我妈妈知道了，她只会更担心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左腿骨折了，然后我坐着轮椅去面试的中餐厅，他们都说你这样还去啥中餐厅啊？你该去的是中医院。然后都劝我，你就剩一条好腿了，现在得好好休息。我说剩一条好腿了，我才要努力搞事业，万一要是站起来了，谁见了不得说独立女性。以前我们都是10几岁就去当练习生，然后要出道，那会儿对女团的要求就是青春靓丽，要年轻，总有人制造焦虑，说年龄到了就没有人想看你了。结果发现现在最火的女团是浪姐。我还是练早了，大家说爱豆不能早恋，原来是这个意思啊。那出道之后呢，很多人会对你的外貌指指点点。我记得那个时候很多人说我胖，然后我就减肥，好不容易瘦下来了，别人又说啊，以前那种身材多好啊。我心想，娱乐行业班味儿怎么也这么重啊，喜欢让人改回第一版。从那之后我就意识到了，我永远不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，我不应该身材焦虑，也没有必要因为别人的评价就少吃点管住嘴，该管住嘴的人是他们。哪怕我有段时间疯狂健身锻炼，维持最好的状态，还是会有很多营销号出来黑我。我感觉他们看我都是戴着墨镜看的。但是现在我看开了，我去户外运动也不涂防晒了，先学会自己黑自己。我的团队说晒黑了怎么办呀？我说没关系，也会有营销号把我从黑的说成白的。我觉得舞台上演员就应该是多种多样的，不是只有唯一解。像脱口秀演员就是高矮胖瘦都可以，这里审美是多元的。
你看刘仁成多圆啊！最后希望各位演员比赛都加油，能走到半决赛肯定都是很厉害的脱口秀练习生了。赢了当然是好事，输了也没关系，毕竟比赛也不是唯一的解。谢谢大家，我是程潇。谢谢潇潇的精彩表演。我和潇潇认识也好几年了，没有想到有一天我站在这儿，看他在台上讲脱口秀。刚刚还在打招呼，希望没有那样一天，他看到我唱跳，好吧？有请茁壮女孩嘻哈。谢谢，哎呀，节目都看了吗？好不好看？我也觉得节目非常好看啊，真的看得我激情澎湃的。那节目播出之后，我的生活也发生很多变化，就是收到了非常多的私信，我都有看，因为在座的应该有给我发过的吧？有。有一些很多啊，有很爱我的，表达了一些对我的喜欢，我非常开心。但看到一些也不好看的，有骂我的。我一天在家里，我就坐在沙发上，我就读私信。哎，其中有一条我就读得非常大声，我就在那读，我说：嘻哈，你没有教养，你说话声音太大。我都还没有任何反应，我爸从书房冲出来，谁说你声音大？我都吓一跳，爸说你没有话筒，我都听不见。我在那个沙发上掏耳朵，我突然觉得这个私信真的说的还是挺有道理的，真的。既然都聊到这儿了嘛，那今天就来聊一聊我的爸爸啊，我的爸爸是一位人民教师啊，很多人听到这个职业就会很惊叹，但是大家真的不要惊叹，就怎么说？我有多不像空姐，他就有多不像老师。那个记忆非常深刻的是，有一次小学我在被同学欺负，剪我的头发，我就还手嘛，我们两个人就互殴起来，结果就请家长了。对方家长一来，来势汹汹的，直接问我爸：“你怎么教育的？”我爸说：“谁让你孩子剪我女儿的头发？”对方家长直接说：“剪你女儿头发，她又不痛。”我爸在说：“谁说不痛？她头发都死了，你看不见吗？”然后过来看了我一眼，抓着我剩下的发，你看，还有些没死透的还在哭。对方家长都惊呆了，没有想到我爸会共情头发，然后转过来回过神来，突然对他说了一句：“听说你还是老师，你怎么教育的他？”我爸的哭声戛然而止。当时他就叹了一口气，走出门外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就进来了，抬手看了一眼手表，对那个家长说：“哈哈，5点半了，老子下班了。”现在，老子只是一个父亲。哎，真的很酷，对吧？当时对方家长说：“你燃什么？”我爸说：“我现在就把你儿子头发剃了，反正他也不会痛。”对方家长拖着小孩就跑了。我当时站在那觉得我爸好帅，我说：“我爸上班是李老师，下班是理发师。”而且那一次事情过了之后嘛，我就一直很想感谢他，就总想为他做点什么。就有一次放学回家了，我就乖乖在家把他的拖鞋摆好等他回家，但家里的小狗老是跑过去把鞋弄乱嘛，我实在没有办法，摆了好多次没有耐心了，最后就用502把他拖鞋粘好固定。爸爸回家一开门，看到门口摆着整整齐齐的拖鞋，热泪盈眶。穿上去的那一刻欣慰的笑了，迈出去的第一步门牙断了。他艰难的爬起来，开始张着血盆大口开始追我，特别像个密室的 NPC， 你知道吗？我俩隔着茶几在那周旋，眼看我马上就要被爸爸抓住了，我爷爷突然从房间里出来，对我张开双臂说：“过来，不要怕。”我一下扑进爷爷的怀里，那一瞬间安全感爆棚。1秒钟之后，我爷爷把我转了一个方向，对我爸说：“快点，抓住了，来！”
欢，真的。尽管我那么调皮啊，我爸爸和我妈妈其实一直很支持我做我喜欢的事情。当年就是一意孤行的去当空姐，他们也很支持，也很开心。然后有一次他们去旅游的时候，就偷偷买了我飞的那一班航班，没有跟我说。我当时在飞机上看到我爸爸那一刻，我都吓到了。我爸给我眨了一下眼睛，我不敢说话。那个时候我刚飞，我太小了，我就回到工作间。起飞之后，他就找我要了一杯橙汁儿。我送到他手里，转身还没有走2步，突然就听到我爸用巨大的声音在客舱朗诵。他喝了一口，他说：“啊，好甜呐！”天哪，这个公司的橙汁太好喝了！这个空姐妹妹服务太好了，我以后只坐这个公司的飞机。当时周围旅客都盯着我爸爸，以为橙汁的供应商来了。早知道他这么能广播，我就该给他统一春福备茶。啊！我爸一拿着就啊，这个牌子的茶太好喝了，3重焙火，口口生香。我以后只喝这个牌子的无糖茶。哎呀，没有想到我爸居然可以接商务了，真的。但记得这个就是小学的时候啊，但我这个性格，当时我们班上有个老师就会特别的针对我，他觉得女孩不应该这个性格，然后课堂上无论谁讲话，他都会认为是我，也不听我解释，直接让我滚到外面去站。我就特别不喜欢他。有一次他考试，我就故意交白卷，我想气死他。我也不知道我当时哪里来的自信啊，可能我爸的比他先气死。老师让我把卷子带回家给我爸签字，我不敢，我就拿回家模仿我爸签字，最后还是被发现了。我爸过来直接把卷子拍在桌上说：“滚过来！”我当时就跪下了，我一边跪一边滚，就前滚翻。我边滚边承认我的所有错误，我说：“爸爸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再也不气老师，再也不跪交白卷，再也不骗人了。”我就这么翻滚到他面前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已经把所有的错误都主动承认完了。我爸低头看着我说：“你刚刚说的那些我都能理解你，我不怪你，因为是你的老师针对你，你委屈，我都理解你。”我当时抬头盯着他，那么理解我，为什么让我滚呢？我不理解。我爸说：“呵呵，不理解是吧？我叫什么？”我当时抬头看了一眼我面前这个男人，我觉得又熟悉又陌生。我说：“你叫什么？”他说：“站起来，把我的名字大声读出来。”我说：“李学军，木子李，学习的学，军人的军。”我爸说：“来，过来，睁大你的狗眼，好好看看写的什么字。”我一过去，卷子上洋洋洒洒3个大字：李学车。我爸说：“我学车，我学什么车？你把我那个军字上面的兔宝盖给我掀到哪去了？学敞篷车。”啊！怪不得我到你学校去，你们老师都喊我居哥。滚进去，把我的名字抄100遍。我当时就很不服嘛，抄的时候在100个学军里面藏了3个学车。后来那天加起来，我一共抄了400遍。前段时间朋友去我家啊，就跟我爸爸聊天嘛，就开始聊，就说：“叔叔，其实你不知道，其实我们一直都很羡慕嘻哈有您这样一个这么有趣又好的爸爸。”我爸当时在旁边挺不好意思说：“哪里好了？这不是一个爸爸正常该有的样子吗？”我朋友听完，当时在旁边就说：“嗓门确实挺大的。”其实这次来之前，我压力也蛮大嘛，因为看了那么多不好的评论，加上又是半决赛。然后爸爸走之前跟我说：“你好好讲，不要去管那些不好的评论，有我和妈妈，你什么都不要怕。”我当时转过去盯着我爸爸，我说：“爸爸，原来你可以小声讲话。”我爸当时说：“当然啦，因为最好的脾气要留给你和妈妈。”谢谢爸爸，谢谢大家，我是嘻哈。爱情